像在砍柴。哎呀，郎君呐，真是个好人呐！我年纪大不中用了，小莲呢又瘦弱，平时柴房里用的柴火啊，全是外头捡的树枝，郎君见了便一大早砍了些木头来，到现在还一点没歇着呢。郎君刚让小莲拿的汗巾，既然姐姐来了，便让姐姐去给郎君擦汗吧。哎呦，去！什么？要我给他擦汗？不用了，为夫自己来吧。来，快来吃饭啦！来了。小莲奶奶，哎，我们昨日在村里逛了逛，十分喜欢这乡间野色，不知能否多叨扰几日，顺便打听一下去玉京的马车。那怎么可以？说好的只住1天的。哎，这有什么呢？郎君喜欢就只管住下去，车马的事儿让小莲帮忙。反正这孩子成天乱跑，我不要。哎，你这干嘛去啊？见笑啊，这孩子就这脾气。不碍事，您老放心，我们住的这几日，家中的农活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休息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好。说好的1天就走，你们说话不算话。是你太好骗啦！我一定会盯着你们，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。坐。好。香爷累一上午了，喝点水吧。来，多谢。这村子虽然清贫，但村民们倒是都悠然自得。若是能久居此间，远离朝堂的纷争，那该有多好！田园之光固然舒畅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远离朝堂纷争，做一只闲云野鹤。相爷久居高位，定有许多身不由己，但有时保留一份向往，就是在心里保留一寸净土。相爷觉得呢？此番向往，竟不思作为。或许，你也是在做违逆你本心的事情吧。江桃花，若你不是北苑公主，该有多好？小姐，不是我非要为难你，实在是现下相爷不在府中，没人做主，你还是先回房间歇着吧。我哥不在，孟真真管不了事儿，你还在这儿推三阻四，
是活活要把本小姐憋死在府里不成？我不管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话，你也别想出门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出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多有得罪，但事关青影小姐的安危，属下也没有办法。带小姐回房，这一阵子务必照看好她。是。我不要，战罗，我要跟我哥告你的状！好你个战罗，不让我出府，自己倒是往外跑的勤。哼！可是我哥不在，他出去干嘛？难道是我哥出事了？半幅日照千峰图，剩下的又准备给谁？看来你曾为朕心心，所谓结盟，不过是你求生的幌子。剥这么多笋干什么？今日夫君辛劳，我想多炖些笋与他吃。可这也太多了。无妨，夫君爱吃。分明处处算计，暗怀鬼胎，面上却还处处动人，忠心无二。枉我自诩阅人无数，竟差点也被骗了去，不惜以身犯险来救你。慎在也，日后此女万万不可轻信。夫君衣服怎么没换？郎君这副模样好生吓人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娘子赶紧去哄哄吧。我一个小女子，为什么要去哄他一个大男人？姐姐，当心被别的女子抢了郎君去。我们村子里男人本来就不多，这好不容易出现一个，还如此英武，好多家的娘子都跟我奶奶背地里打听呢。姐姐若不想落得个独守空闺的下场，还是珍惜郎君吧。这些小娘子真是瞎了眼，竟能看上这么个贱相。郎君好生有力，身板真棒。要身板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郎君，中午去我们家尝尝我们家的手艺。不是我自夸，我家丫头啊做的一手好饭食。去我家今天杀了只鸡。你家丫头不是已经定亲了吗？你怎么那么多心思啊？不必了，我只想清静一会儿。哎呦，清静这俩字儿啊，从郎君嘴里说出来真好听，定是读书人。郎君家住哪里呀？哟，还打听上了，你消停点吧。人家郎君已经成亲了，有正经娘子呢。夫君，是啊，哎呦，你不是还让人家去你们家吃鸡了吗？你快来吃饭吧。小莲奶奶看你没吃饭就出来开荒地，特意让我盛了一些饭菜给你送来。你说啊，你身为一个丞相，这种起地来比那些庄稼人还要熟悉。莫非你说的重要事就是种地？怎么，江娘子如此探寻我的过往，是打算找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加以利用吗？我劝你，不要再白费心思了。我吃饱了，记好你的任务。这男人怎么性情如此反复？真是。
青影姑娘，好巧啊！今日在院墙习练轻功，出了点小意外。殿下是来找我哥还是江娘子的？自便啊，自便。你这是要偷溜出去吧？对啊，我是去找我哥和江娘子的。找江娘子？她可是出什么事了？跟那天她在街上打柿子有没有关系？她打了柿子，怪不得。事态紧急，不多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去。你金尊玉贵的又不会功夫，去了也没用啊。打扰一下，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么高、长相英俊、气质儒雅、平易近人的男人？然后旁边跟着一个大概这么高的女人？没有。哦，好吧，谢谢。哎，青影姑娘，你刚才描述的都是沈相？自然。长相英俊，气质儒雅，平易近人。看来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他们了。为何？要我说，沈在野有此一劫，纯属是因为他自己树敌太多，乃命中注定。他做的那些恶事，不是不报，就是都在等着他一招失势就群起而攻之。你们这些人才是读书读傻了，谁好谁坏都看不准。哼。好，那他是大好人。你之前救回来的那些姑娘，他怎么不管不问的？姑娘救我！那边有个歹人一直跟着我，我害怕。姑娘救救我吧！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竟敢如此猖狂！我去帮你教训他们。好。哎，青影。哟，这么年轻就要饭了。你说，若是我现在去找糕点铺的老板要点吃的，他会不会给我？你觉得呢？这不是多亏了向女侠见义勇为，出手相助，我们才能被搜刮一空，衣服都被扒走了，只能穿这些东西。谁知道还有这种事吗？难道因为有可能会被坏人骗，就不去伸张正义了吗？我也并未如此说，我只是觉得，青影姑娘下次出手前，可以先动动脑子。你意思是我没脑子？好，我没脑子，我不拖累你四王子，你我就此分道扬镳，我自己去救我哥。哼！青影姑娘，哎，青影姑娘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莫夏，你快看，是我哥留的记号。不是吧？这也行？我和夫君来这村子也待了有段时日了，怎么没见村中的其他男丁啊？哎呀，还不是怪那个残害忠良、坏事做尽的奸相沈在野。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他，我们能落到如此地步吗？就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唉，娘子有所不知，老身和这些亲友们原来是生活在别处的，虽不富裕，但是耕种着代代传下来的田地，倒也闲适。可谁知道有一天，突然来了官吏，告知我们耕种的土地是朝廷的军屯用田，还说我们是恶意耕种朝廷用田的乱民，还派了专门的官吏来镇压我们，领头的就是如今的奸相沈在野。可不是，带着兵马，差点屠了我们整个村，幸好好心人帮助我们逃了出来。我们才侥幸活了下来。
朗朗乾坤之下，竟有如此罔顾律法之事。娘子不知道啊，后来我们还派出去人打探消息，这才知晓，所谓的军屯用田，就是个幌子。实际上是朝廷有些权贵看中了我们那片祖传的田地，想要霸占，才将我们诬陷为乱民。沈在野这个奸相，当时便和那权贵串通一气，坑害我们。没了地，我们生活更艰难了，只能靠着家里的男丁外出做活计，寄钱回家。原来如此，这其中的缘由竟如此的曲折。正因此事，哥才出村去找钱来养活小莲和奶奶的。7年也不曾回来过一天，也不知哥哥现在如何了。只见过故交朋友满天下的，没见过仇人满天下的。真没想到，就这样的乡野村民都能和相爷有一段恩怨过往。我现在啊，可是不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，不然到时候不一定出什么乱子。那就请江娘子学会闭嘴。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我自然是不会泄露。一条船，是一条船啊。所以你呀，最好就是对我好一些，只当做积德行善了，不然等到了落魄的时候，连个帮手都没有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江娘子来搭救，那还真的是有时无益。或许高高在上的人也会有需要小人物的一天呢。不过，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，相爷既然对恶钱如此执着，要查个分明，又为何？你是想问，为何我一边查案，一边做着危害百姓之事，对吗？嗯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江娘子难道不懂吗？所以那些村民，就是要被牺牲掉的那些人。谁让他们如此弱小，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？没有人会永远弱小，他们也会凭借手中的笔墨刀剑，成为能保护别人的人。原来你就是害得我们无家可归的那个沈在野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小莲啊，哎呦，刚好啊，今日是镇上的集市，你呢一会儿带着郎君，带着小娘子去镇上找车马行，问问去易经的行情，早去早回啊。哦，姐姐随我来。好。走吧，小莲要带我们去镇上。好。小莲今日为何如此古怪？刚出炉的包子，今天新包的，来，王叔拿着。多谢啊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好嘞。
小莲，你今天不对劲了，怎么这么安静？你不是最想我们走了吗？若是走错了路，现在换方向还来得及。没走错。姐姐快跑，有埋伏！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跑，姐姐快跑！哎，小莲你慢点。哎，小莲，小莲你慢点跑。小莲。小莲，没事吧？啊，小莲，没事吧？还好吗？说，为什么引我们去镇上？你干什么？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。小莲。今日这些人，是你找来的吗？姐姐，对不起。既然你已经答应他们的命令，引我们前来，就说明你肯定知道，确实有一队人在追捕我们。可我们这几天并未做过任何伤害你们的事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因为他是奸相沈在野。那日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。这才知道，他就是害了我们全村的奸相。如果不是他，哥哥就不会外出做工。哥哥不去做工，就不会被那些人扣下。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就该知道我做事心狠手辣，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的全部说出来，否则。好了。不哭了，小莲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小莲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瞧你干的好事。好了好了，小莲，你能告诉我，你哥哥是被谁扣下的吗？几天前，有些人来村子里招工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排好队，来往前走。姓名中四。因为工钱给的高，30。村里的成年男子基本上都去了，姓名也包括我哥哥。小莲，下一个。哥哥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等哥哥做完了工，就回家。哥哥别去，那些帮贵人做事的人都没有回来。嘘，小莲，那些人虽然没有回家，不过。确实寄回了银钱，所以肯定没问题的。行了，啊，那哥哥要记得写家书给我。好，写家书给你。自那之后，哥哥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之后每月的银钱，虽然我们能按时收到，但我却没有见到过哥哥一封家书。哥哥是最信守承诺的，他说了会给我写家书，就一定会写。他要是没写，肯定是出事儿了。我看到镇上抓你们的人里面，带走我哥哥的工头也在，想着，反正你是祸害百姓的坏人，不如就把你们带过去，换我哥哥回来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既然你哥哥对你如此重要，为何你又临时反悔呢？虽然你是坏人，但姐姐是好人，我不想害姐姐。好啦，我该说的都说了。村里的大娘都说，你这奸相对付不听话的人，都是要扒皮抽筋的。
现如今我也吃饱喝足了，你动手吧。相爷真是好大的威风，就连这深山村落里的孩子都知道相爷的行事作风。小莲，我们不会杀你的，你很勇敢，也很聪明。要是姐姐的亲人被人关了起来，姐姐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的。所以这件事情你没有做错，但你要记住，做任何事情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，是不能轻举妄动的。你确定，就算把我们交给工头，他就一定会放你哥哥出来吗？可是我哥哥……小莲，你放心，这个奸相呢，虽然不怎么做好事，但是这次，他一定会帮你把哥哥救出来的。真的吗？江娘子想做好事，可别带上我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。他这次害我虽然没有成功，焉知没有下一次？人孰无过，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。小，不是他犯错的理由。你要护他。是。江桃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小心日后被他所致。沈在也说过，他并非世家出身，也曾饱尝冷暖。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，竟对所有人都如此戒备提防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标记在这里断了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人。走。啊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啊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米袋漏了。哎呦，真是，多谢啊，年轻人。我老婆子就说这米袋子怎么越拎越轻呢？奶奶，我来拎吧。哎呦，好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一副好心肠。奶奶，您说都的意思，难道您还见过其他好心肠的年轻人吗？是啊，前几日啊，村里来了一对夫妻，就和你们这对夫妻一样心好啊。奶奶，我们不是。那对夫妻，您刚才说的，您刚才说的，哎呦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奶奶这就带你们去找那郎君和小娘子啊。跟我来。好，前边啊就是我家。奶奶，奶奶，我回来啦！回来啦！我去给姐姐买了包子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哎呦，来，你尝尝。嗯，好，真香啊！好吃吗？真好吃。看到此番场景，你还想动杀心吗？再来一口。先无论我如何想，江娘子今日行事确实反常。一个只想着如何自保的人，竟然也会多管闲事。或许对别人来说这是闲事，但对于他来说是顶顶重要之事。你毁了他的天真烂漫，现在却反过来怪他诡计多端。若有人能够帮他一把，今日他定不会做出这种危险之事。像相爷这种高高在上之人，
不理解底层弱小百姓的苦楚，也正常。6个人。奶奶，今日为何比平日里多2副碗筷？哦，自然是来寻你们的人到了村里了，所以老身呢就多准备2副碗筷。等下咱们一起吃饭啊。四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沿着标记一路找来的，路上还碰到了小莲奶奶。2位郎君穿上哥哥的衣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兄弟呢。还这么一说，乍一看还真有几分相似哎。当然了，还是我哥更好看些。你们几位别在这儿傻站着了，快去做饭吧。谢公子。公主这一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会到这儿呢？我没事，多谢公子关心。你我是朋友，就不必如此客气了。喂，你这人可真偏心，都是御贤，怎么只关心江娘子，不问我哥？他一向老谋深算，容不得别人占他半分便宜，想必也用不着我担心吧。江娘子好手段，竟能引得四公子这般怜香惜玉，沈某佩服。四公子为人坦荡磊落，承蒙四公子关心，是桃花的荣幸。就会说些好听话，要不是有我一路护着，他才没机会在这怜香惜玉呢。虽然姑娘有时有些莽撞，但这一路也确实帮了不少忙，就多谢青影姑娘了。青影，四公子诚心诚意跟你道谢，你言行间却对他多有无礼，还不认错？不是吧，哥？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啊？我言行无礼，他对你看起来也没有多有礼啊。四公子身份尊贵，岂可同你我相比？说我以下犯上。行。公子在乎江娘子，那我泼江娘子，总不算以下犯上吧？
青影妹妹，我可不是你能欺负的。青影妹妹因为公子泼我水，我自然要泼你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敢泼我哥？你等着！哎。 幼稚！生气了？奶奶，哎，奶奶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，他们可能是在为村子里的事情烦心吧。村子怎么了？公子、夫人，请用茶。真真，你实话与我讲，这些日被禁足，府上可有苛责你？大哥放心，我虽被禁足，但却过得比往日更加舒心自在。大哥，你日日与世子在一起，近来可有发现世子有什么异常动作？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可是你察觉到了什么？相爷和娇娘子已经好几日不在府中了。什么？那娇娘子的丫鬟虽守着征春阁，但相爷跟湛卢却一直不见人影。我心下奇怪，便找府里的眼线探了探，这才知道，娇娘子院中除了那丫鬟，再无旁人。我觉得这事跟世子有关，便借机唤你过来询问对策。他们离府有几日了？细细算来，应该有5日了。此事不可妄加揣测，我会派人私下调查他们的行踪。你继续盯着，有任何事情及时向我汇报。好。此番你被沈相软禁，都是受了家里的拖累。月堂那边你不必担心，我已派人将他寻回，现下就在孟府好生待着。只是你，大哥不必自责。身为孟家女，这便是我的宿命。我会想法子，尽快让沈相解除你的禁令。你们一个个怎么回事？这么久了，人还没找到？奴才已经把人都派出去了，于今就这么大，想必很快就有消息了。那不还是没找到？住手！怀瑾，世子这时候为何发这么大的脾气？无妨，手下的人没办好是吧？你们都先下去吧。等等，你去通知银矿的工人们，5天之内，本宫要开采50万两。5天？世子，不可。
怀瑾请世子收回成命。之前赌坊一事，主上虽轻放过去，但是未尝猜不到背后会有世子的手笔。如今我们需要韬光养晦，万万不可再大动干戈了。你先起来。我知世子心中烦闷，但凡事欲速则不达。我们今日还需小心谨慎行事。怀瑾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性子太温吞了一些。你知道赌坊之事，父王为何不再追究了吗？因为我的背后有孟家，你们是最大的世家，我有你们，就等于我有了各大世家的支持。之前我也害怕，可经过赌坊之事，我才知道，父王他畏惧世家之权。世子慎言，怕什么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我有什么不能说？就算我犯了事，我仍是世子，你更是孟佑香的嫡长子，你我二人联手，又有何惧？但赌坊与银矿终究不同，赌坊姑且能算是世子的个人琐事，但是银矿可是国之根本。世子最近定要谨慎行事。近日，银矿万万不可再大肆开采了。怀瑾，我自有分寸，此事你莫要再说。除此之外，世子可还有其他事在做呢？怀瑾，本宫说了，本宫自有分寸。岂有此理！这哪是去做工啊？这分明就是强掳良民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要写一封诉状，上书周御史，他素有怜悯，定会为你们伸冤的。那事不宜迟，你现在就写。但是光有诉状还不行，人证物证都得有。人证，我们全村的村民都能作证。物证，大哥哥需要什么物证，我也可以帮忙。好。这就是周御史的府邸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我听说，他是为了方便村民随时呈送冤情，所以才会住在这里。他还有一句话闻名于易经：天下一日有无居之日，他便一日不患无。如此清正廉明，想来定会秉公断案。草民有天水村76户村民之冤情，望周御史为村民伸冤。来，速速请进，与我细说。没想到，天子脚下，竟有人敢以招公之名，强掳良民，充私义，简直是胆大妄为。各位天水村的乡亲们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。我等静候大人佳音。相爷，哎，你说那一男一女能带这人高官成功吗？哟，周大人那可是出了名的好官，我看能行。
敢问二位说的一男一女是何人？就是2个长得很好看的人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殿下小姐，战卢公子小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呢？你瞒着本小姐找人，可现在你要找的人被本小姐找到了。相爷，跟我们走吧。也不知道这一个下午你们都跑去哪儿了，一个都找不见。娘子啊，跟老身先吃饭吧。啊。瞧这面色，莫非还在为我泼他水生气？爷，爷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属下来晚了。战卢，来的正好，不算晚。怎么就不算晚了？要不是在街上遇到了我们，他说不定还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呢。你们这是干嘛去了？个个都看起来这么高兴。我们听闻村民的遭遇，带他们去报官了。报官？坏了，要出事！你二人刚刚去报官了？对啊，我们去报官了。没错，我们将诉状递给了周御史，他为官公正廉明，爱民如子。我相信，这件事不日就会有个论断。周御史，只怕我们还没查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已经命丧于此了。你不必出言讥讽，周御史我见到了，严明谨慎，是个好官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是非曲直清清楚楚，这有何查不出的呢？说来新鲜，昭公、鲁民，又不是刚刚才发生的事。他周御史在那破草屋待了好几年，怎么会全然不知？此间背后错综复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纸诉状，只会打草惊蛇。谬论！是不是在沈相的眼里，人人都有阴谋，官官都有算计，任何事情都是从长计议，然后背后算账？若是如此的话，要官何用？设律法有何用？要我大齐的王室又有何用？四公子，相爷每次都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，虽说有用，但的确也伤及了无辜。现下四公子已经做了，不如再耐心等等。若是真的能兵不血刃的解决，岂非更好？兵不血刃，你当真相信世间有此两全之法？当然，按律法写诉状、递证据，自当照律法给裁断、正视听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人们相信律法，才能震慑更多有不法之心的人。你只看得见天水村，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？有无数的不公，你管得过来吗？难道你要一桩桩、一件件的递折子告状？若不釜底抽薪的话，只会有无数个天水村在等着你。可是只要我还看得见，我就做不到像沈相这样，置若罔闻，视若无睹。一桩桩告下去，公道自然会一点点回来。周御史做得不错，起来吧。是。
能为世子效力，是下官的福分。不是沈在野带头报的官，那会是谁？那人闭口不提，只看得出他气度不凡，听口音也是玉京人士。下官便留了个心眼儿，将那带头的一男一女画像给带来了。下去领赏吧。不，下官不用赏，只愿为世子马首是瞻。周御史，下岁的察举会把你调回玉京。你那个茅草屋的故事，换一个编吧。多谢世子。怀瑾，你怎么看？依我看，世子，我是不是再三叮嘱过你，赌坊一事就此结果？你既没有一击毙命的筹谋，为何非要在此刻要沈在野性命？他和他的小妾设计让我的赌坊付诸一炬，此仇不报，我颜面何存？然后呢？人没杀成，还把他们逼到了天水村。你早一天告诉我都有转圜之机，就说你之前派人去追是因为江娘子对你不敬，现在把四殿下也牵扯进来，变成了死局。怀瑾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在天水村这么久没离开，想必是已经察觉到了恶简的线索。招工之事暂停，村子也不能要了。请世子殿下传令下去，派出杀手，将他们赶尽杀绝。相爷所料不错，今日四殿下和青叶小姐一走，那周御史便离开了茅草屋，怕是……猜到了。我先前想通过招工打探虚实，发现他们似有察觉。公头出事了！赵大山，年龄卖菜了，新鲜的青菜。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回去不招工了。走。不招了，这算什么？四殿下前脚过关，他们马上就停了招工。世子肯定知道我就在此地，动作如此迅速，定是那孟怀瑾的手笔。速去召集人手，赶来此处，以防不测。明白。世子如此警觉，说明他要动手了。现在敌暗我明，我必须要提早布局。公主，自公子回来后，便再无进食。吃点东西吧。我年幼的时候，对吃食非常挑嘴，无论什么山珍海味我都吃不下，唯独母亲给我做的芋头，吃得不亦乐乎。母亲没办法，便只能将这芋头变着花样做了给我吃。自从母亲逝后，
我也好久没有吃过。真是巧了，我在北院，与弟弟也经常吃这个，难怪见到公子总会想起宝鼎，想来早就有缘分在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初次见到公主的时候，也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公主若不嫌弃的话，日后可以把我当成弟弟看待，我也是公主如长姐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公子可是在为今日之事所烦心？我内心认定之事，便不会再改。今日在席上听公子一番话，犹如醍醐灌顶。公子的磊落和赤诚之心，让桃花钦佩不已。此事若当真如公子所说，按照朝廷法度顺利解决，那真是件令人宽慰之事。只是，在桃花心中，其实是认同相爷所说的。我们来到这里以后，一直未曾报官，也是担心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。若是打草惊蛇，反而不妙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但是吾以规矩不能成方圆。若没有律法的话，便对权力没有了约束，强者就可以随意欺凌弱者，国将大乱。而我们这些手握权力之人，自己都不能遵守律法的话，那律法的存在也便没有了意义。如果没有律法约束，又何以谈国呢？我之所以坚持报官，正是以此理。公子心怀大义，桃花自愧不如。其实这一切，也是一位故人教我的。故人？对，是他教导我琴棋书画、吟诗宋词，还有一些圣贤之道。我不过是承他的道罢了。这位故人可是公子的哪位启蒙老师？是我的表哥。表哥？对。我的表哥，他是一位奇才，也是我一生都在追赶的人。故以天下贵。跟我读这句：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表哥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以正道治国，国家才不会陷入混乱；以奇谋用兵，才会有打胜仗的本事；以不搅扰臣民来治理天下，天下便会长治久安。我表哥一家，书香门第，世代为官，对我大齐一直忠心耿耿，却被我母亲一事所牵连，落了个被灭门的惨局。谢家人一个活口不留！杀！父亲，父亲！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过往。你表哥，不知他现在在何处？他早已不在了。小兔崽子，上次就是你骗了我们，今天再敢骗人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这次肯定没问题，我骗沈在野，让他独自去砍了柴。
是什么了？替我办件事。什么事？带我去你们做工的地方。这可不行，不行！你现在有的选。我知道你上头有主子盯着，你只需要把我安排成你的小厮带我过去即可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那我的毒怎么？事成之后，自会给你解药。好，好。小莲，小莲，奶奶，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还不是找小莲呢，这丫头也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。你说天都黑了还不回来？您先别急，怕是小孩子太贪玩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山里多野兽，一到晚上那可危险着呢。哎，不过这孩子是最知轻重的，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去找找啊。小莲，小莲，小莲。这是血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。他这次害我虽然没有成功，焉知没有下一次？小不是他犯错的理由。沈在野一贯是宁他夫人，无人负他。莫非？何事？小莲一整天都不在村子里，相爷不觉得奇怪吗？小孩子贪玩误了时辰罢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小莲之前背叛过我们，相爷做事，你觉得是本相杀了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是本相杀的又如何？本相本就心胸狭隘，身边容不得背叛之人，就像江娘子一样，一边同本相虚与委蛇，一边又藏着那半幅日照千峰图，又想当做筹码吗？你这种算计，足够本相杀你100次。我衣袖中的那半幅画，被你看见了。若非如此，本相还不知道如今江娘子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竟将本相耍得团团转，真是佩服。相爷，我事到如今，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？为免江娘子有性命之忧，我劝你好好待着，好好做事。这是青云姐姐带我去镇上买的白卷糖，多好吃啊！可多了。是吗？快吃，快吃吧，奶奶不吃啊。吃点嘛。那好。
今天是我误会相爷了，特来道歉。我看相爷回来一直未用饭，吃个桃子吧。相爷，那半幅画我的确是有苦衷的，但我可以发誓，绝对不会做危害大齐或是危害相爷之事。如违誓言，便不得再与亲人相见。这已经是对我来说最重的誓言了。相爷还不相信我吗？她不过只是个婢女，值得你如此。青苔于我而言，从来不是婢女，是家人。别笑。你可以回去了。长路漫漫，不如今夜我与相爷同行，如何？哼，跟我同行，你就不怕我是去做那烧杀抢掠之事啊？那又如何？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若相爷烧杀掳掠，那我愿意做相爷身边那个递刀的人。况且，相爷今夜要去做什么，小莲都已经告诉我了。你利用小莲找到了工头，威逼工头带你去了工地。相爷是想要追查恶钱的源头，这是在做好事。我敬佩相爷都只嫌不够，怎么会怕与相爷同行呢？你答应了？大爷，我来了。好汉，这怎么多个人呢？多个人何妨？赶紧出发。是，跟我来。也不知道此人可不可信，不会有什么埋伏吧？你看上去如此淡定，是不是早就安排好了？你倒聪明。我早已让战卢带人策应，此去若能顺利查出真相最好，若不成，也可以为村民拖延时间。拖延时间？什么意思？我已告知青影跟四殿下，让他们在村外守住，如若发现敌人，马上带村民转移。我哥果然没说错，什么狗屁爱民如子，竟也是个狗官。还好我们早有防备。快回去通知大家。走。以世子的心性，知道你我在此，定会赶尽杀绝，不留一个活口。果然来了。小心！来的比预想的快，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。只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。战卢那边怕是被拖住了，希望青影他们能够及时转移村民。爷爷奶奶，快出来！张叔叔，快开门！有人要来屠村，大家快跑啊！哎呀，不好，我忘了拿你哥的东西了，先跟他们走。奶奶，你要快点！杀了他们！小心！
受伤了。别事，快走。可走，走。追，别让那女的跑了。打你吧！木霞，人齐了吗？青云姐姐，你那边有我奶奶吗？不是在你们这儿吗？小莲，这样，你带大家先往东南方向走，穿过一片竹林，那有一处住宅。你带大家在那里等我跟姐姐，我们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哥告诉我的。那一定要把我奶奶找回来。放心吧。那大家随我来。走。